那方案是我尽快出来吧。好，拜拜。Hello， 大家好。大家平时工作拍片一定都很辛苦吧，所以一定要多喝水。正如前面看到的，这是条非常常规类的一条TVC。每一个场景的布光呢，我们会照常分享给所有小伙伴。但我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小伙伴除了关心是如何布光之外呢，也非常想了解一个项目从前期的对接到出片，中间环节你们是如何去应对的也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请扣1。OK， 我相信大家都是扣1的吧？那我就正好借由这个项目来分享几个我觉得又有趣又比较关键重要的点。那首先呢，我觉得每一个团队必须了解，就是你的客户给你的预算和时间支不支撑他想要的那个片子。那比如说有的客户跟你讲了一大堆 blah blah 天花乱坠，我要产品要如何如何，结果你要告诉他，你那个想法是哪方面可能落地不了，比如说预算支撑不了，或者时间现在来不及，或者你觉得可能来得及，但是赶的话，这个质量会很难把关，等等等等，你现场一定要告诉他。但是呢，一个好的团队必须要给客户更多的选择，办法总比困难多嘛。以这个项目为例呢，客户找到我们合作，只给了我们2周多一点的时间，就让我们出片。那当时脚本什么都还没有，还在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个想法，他开始想要一些剧情类的，又想要一些大的场景的炫酷的片子。然后跟我们分享之后呢，我就在脑海里面梳理完那些场景，对吧？梳理完一些角色，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基本搞不定。所以呢，我在脑海里检索以往看的一些片子，找到觉得又能够在这个时间内也能搞定的，同时呢他的那些想法其实也能够满足的。所以日常中小伙伴们去看片日常这个看片一定要有一些记忆在脑海里，这样呢在会议的时候你能及时反馈给你的客户。那第二点呢，我想分享一个制片的执行环节就是学会如何列你的项目器材清单。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点，关系到你这个片场拍摄到底会不会出现问题我看到之前有很多制片其他组的，他去列器材清单呢，当然大家都是根据剧本脚本去列的，但是有一些器材我就看到列出来就浪费了，因为片场发现用起来特别麻烦，所以就放在那就不用了有的呢也是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这都是浪费钱的一些浪费预算的一些事情。浪费预算还小，最怕的就是你这个东西不能用，或者用了特别浪费整个剧组的时间所以学会如何合理的列器材清单，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那以我们这个项目为例呢，大家看到是4个人物4个场景，而且是1天时间内得拍完，又有白天的那种日景，又有夜晚那种夜景，影调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的首要考虑就是所有器材必须轻便高效，而且从灯光角度就必须得双色温。那有的小伙伴会问，也有钨丝灯对不对？取暖神器钨丝灯。但大家看到我们这个项目，它的首先场景不是很大，比较小有的房间特别小的话呢，钨丝灯它的散热非常大，它散热大，房间一会儿就会很热。那演员化完妆之后呢，它的造型就容易因为热出汗就化掉，那这是不是很大的一个麻烦？关键是布光的时候它有很多黑旗白旗去控这个光。那我们环境小的地方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你去落脚魔术腿，
黑漆白漆，甚至有的话呢，你肯定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布。那我们这个项目没有更多时间让你去精细的布这个光，所以我不会列那些传统的一些灯光，当然也有的是用一些大的灯光外面夹色片 CTO、CTB 去模拟，所以这些比较麻烦的东西呢，我就不列了，我就索性列双色温的灯。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你时刻去了解市面上新的一些器材的更新，可以方便帮助你未来很多项目上列清单的时候，你会选一个合适的器材，可能又帮你省钱，又帮你很高效的完成你的一些工作。不光是灯光，还有很多摄影机还有一些附件比如说图传，比如说稳定器。现在的器材更新越来越快，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应该了解的比我们多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OK， 那我前面既然说到了4个场景的影调不一样，有夜景有日景，那我们就进入布光的主题吧，给大家分享这几个场景分别是如何布光的。那我会从我们拍摄实际的顺序，那我就消失了，不巴拉巴拉了。看完场景的布光之后，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会对我发自灵魂的拷问：居然有夜景有日景，为什么不直接前面2个日景在白天拍，天色变暗了你拍夜景呢？基于这个问题呢，正好引出我下面我的一个小感悟，一个小观点，就是没有一个项目是完美的。我也很想前面大白天的时候拍日景，晚上天黑了拍夜景。就实际情况一定没办法完全按照理想状态去，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所以一定要具备克服各个困难的能力和技术，能够方便应对
突然发生的事情。美术方面来说，我觉得也是有很多遗憾的。那你比如说宅男这个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原先的一个实景棚的给我们的景。那我希望这个场景中会有宅男必备的电脑桌、电竞的电脑，还有一些玻璃的展示柜，柜子里有很多陈列着的手办啊、模型啊等等，这样会把一个角色的一个性格、一个角色的定位给丰富的通过画面来展现出来。那实际时间因素也好啊，预算因素也好，就很难实现。我们片场的时候，这个镜子它的一个底部的托架出了一些小故障，螺丝松了，而且拧不上去了，而且甲方就只有这一台样机，只能从原先的构图上去做牺牲啊，你没办法构全，你很多时候你不得不去构一半的那个景别，所以意外时常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尽可能啊不要去评价有些片子，比如说这个拍的不行，因为我们实际情况不了解，我们只能换个角度说哪方面做的可能会更加的更好、更完善等等。这样呢，通过每个项目大家一起去总结、一起去回溯啊，能够提高技术啊，包括处理问题的一些细节啊，处理问题时候的一些良好的心态，包括一些审美，这些是我觉得每个小伙伴都可能会提升自我的一个方式啊。OK， 那最后呢，大家平时在拍摄中啊，有遇到哪一些有趣的事啊，或者遇到一些经常遇到的麻烦，都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多多反馈，看大家能不能产生一些共鸣啊。那不管大家3连不3连，我都祝大家生意兴隆，身体健康。那我们这期就这样，拜拜。